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讲《机械读》这本书的第3页哈，第3次的导读。我们在第1次、第2次的导读里面讲过了《机械读》这本书的来源哈，就是它其实跟借读的现象真的很像，所以康健说服了我说它叫机械读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也谈了一下子哈，就是说机械读的所谓的毒其实是过量。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保养品的过量风险的情况哈。那如果各位有书的话，在第24页跟第25页，你会发现我们里头写了一句话哈，就是说其实如果各位还知道的话，药品大家都觉得药品很恐怖了哈，那觉得保养品好像没那么恐怖。可是其实这里头你忽略了几件事情哈。我们先从剂量下去谈好了。第一个所有的药品，我们就说，比如说上市很久的阿司匹林啊，阿司匹林刚上市的时候，我们只知道它可以止痛，可是到后来我们并不知道说原来它也会发生胃的发炎。然后再过一阵子，我们发现它竟然可以预防中风，造成或者你吃太多的话，你的血会很稀薄哈。然后最近甚至还有更新的报告，2017年我最近看到的报告是阿司匹林竟然还有可能在低剂量的情况下，因为有些老年人吃阿司匹林，然后结果引起他痛风的现象。我们都觉得阿司匹林很弱的，不可能引起痛风，可是它还是会有。那这就告诉你说，你知道所有这些药物是单一成分的哈，它在上市之前就已经很认真的经过第1期、第2期、第3期药物试验。可是即使如此，它还是可能产生许多的副作用。那人类怎么去预防这些副作用？很简单，我们有一个东西叫上市后监测，就在这里。好，就是说医师必须不断的发表他对于药物的安全性的看法。比如说，我发现阿司匹林有问题，我就赶快写一篇 paper。那这篇 paper 可能有被接受，可能没有被接受。可是久了，当这种 paper 多了以后，药厂就开始会去注意，美国 FDA 哈，然后全世界的那个食品药物管理局都会开始注意这件事情。那在历史上，我们虽然看到药物哈，大家为什么会觉得药物很危险哦？其实特别是西药来说，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东西，比如说之前的那个大家如果还记得2010年的曲美哈，就是台湾的诺美婷事件，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1996年上市的药物减肥药，后来发现它竟然会引起心血管的问题，所以就把它下架了。然后更早前1960年有一个药物哈，会引起那个儿童产生臀胎哈，是个孕妇催吐的一个沙利多麦哈的药物会引起臀胎哈。那这种事情，因为医师有在不断的监控，所以我们知道。现在我们就来谈上次我们讲过的，如果你们没有听到，请你去 review 一下那个导读1啊，就是说，如果说我们不断的让唐太宗吃那个红烧川辣牛肉面哈，当时不存在这个东西的，我们只是做个假设。那到底是盐让他肾脏坏掉，还是花椒让他肾脏坏掉，还是盐跟花椒同时造成，还是说牛油让他肾脏坏掉？事实上，你要知道一个面它里头有多少成分，它不只是盐，它有花椒，它有牛油，对不对？它有牛肉就是它有蛋白质，它有脂肪，它有盐分，它有辣有刺激血管收缩什么。所以到底什么东西使得这个人中风，或使得这个人出问题，我们其实是需要更多的检查。但是你不要忘了，保养品动辄你去看保养品的成分表，随随便便都30样、40样。那30样、40样的部分，我们下次会再提到。你想想看就是说一个成分你都已经不太搞得懂，然后你把3、4个成分混在一起，你觉得是更安全还是更危险？但是大家都觉得保养品比药品安全，然而事实上是的，保养品很可能比药品安全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你不会每天吃药，但是你会擦保养品，连续擦2年、3年、4年，所以总吸收量到底谁比较大，我觉得这是可以讨论的。好，这是今天的第3集，我们接下来会谈第4集。